哎，思涵这里，谢谢。嗨，思涵这是立中，立中，这是思涵。你好，思涵你好。坐下，坐下，坐下，请坐。快坐下。这个很体贴，千挑万选的选二哥。哎，长一个，哎，快些，快些。立中，思涵可是我们校花级的，很多人追哦。思涵，立中是资工系4年级的高材生，也是碧联会的会长，很有才华的哦。没有了。思涵要喝点什么吗？拿铁好。拿铁，我去点。哎，不用不用，你们今天主要任务是聊天，我来点，我来点，你要熟一点哦。聊天啊，聊天。他真的很夸张哎，全餐厅都听到他在那边大吼大叫。你是资工的4年级。对啊，就这样的，我认识立中，前一段伤口还没有结痂，我就又跳进下一段感情。希望这一段感情能够让我赶快忘掉之前的伤痛。你说清楚，赖的那个女生是谁？哪个赖的女生？赖里面没有女生。就是说爱你的那个女生。好，我就告诉你，我不爱你了。然而，这真的很管用。新恋情是摆脱旧伤痛的良药。我已经不会在意陈翔学长带给我的伤痛。立中很体贴，常常关心我，很会逗我开心。他围绕着我转，让我在感情里又重回信心。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就不需要靠外在的包装啦。立中让我觉得每天都活在梦幻中。你完蛋！你完蛋！我们很快的就认定彼此，我觉得这一次我找到了真爱。立中非常的疼我，把我当洋娃娃一样的呵护。只是一阵子之后，我觉得立中给我的爱似乎太多了，多到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那这个剧情里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有一位男生出现了啊，他叫立中啊，那他好像取代了陈翔的那个角色啊，带给思涵生命中的一点慰藉啊，好像也还不错的。不过对后面的整个感情的发展，似乎还有很多的艰难啊，很多的课题要共同去克服啊。那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好不好？就是说，当一段分手的经历之后，然后借着另外一段感情的发展，来作为一个安慰啊，来作为一个弥补也好，作为一个恢复也好，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吗？啊，如果您同意的话，可以用笑脸；如果您不同意，可以用哭脸。哇，
通通都认为不是好方法哦啊，那可见我们这个剧变得不好啊。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哎，他可能这样子的方式可以给他更多的正能量，让他在就是分手以后可以赶快去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让他现在拿现在的男朋友跟过去的男朋友做比较，然后或者是他其实现在的这个人，他只是去填原本的那个洞，并没有办法真的很长久的走下去。可是我发现好像在那个像年轻人啊，这种游戏还蛮普遍的嘞。有没有人有曾经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呢？就是分手以后，忽然间就又赶快又借由另外一段恋情来填补这个中间的一个空白，有吗？有5号的好朋友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有啊，可是那个真的不长久，不长久嘛。对啊，那只是就暂时性的，对，那你就只是转移个注意力，但是其实你心其实不在身上，是在原本旧的人身上，因为我觉得就是通常就是谈一份感情，你总是会把有一部分的自己挂在别人那边，那你要怎么把这一份自己给取回来？我觉得总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只是强硬的。又把它就是强硬的把，然后挂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对，而且这样某个角度也是很不道德。对，所以假如说如果真的有一段恋情是后来才发现说他刚结束一段分手的痛苦，然后你马上就被邀请加入这一个战局，心里面可能是不太乐意。我觉得是这样的，是这样，一定要先沉淀以后完全止痛疗伤，能够很正面健康，才进行下一段的交往。对，是哈。所以您那个时候，譬如说前2次的这种感情结束以后，是大概自己疗伤止痛多久？快1年。快1年，对啊，快1年以后都是在教会才认识孩子的妈。对，7号的好朋友您呢？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运动伤害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不可能打下一场的比赛嘛。是我想法是这样子，是明白啊。所以就是说还没有疗伤，不能上场，对，是吧？先坐板凳。对，是。您1号也是这样吗？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封闭了4年呢。你封闭了4年？我的封闭是说，当时因为我自己还觉得没有疗伤好，绝缘了4年。可是有男生追求，是都拒绝，真的哦。因为我觉得对方真的是不公平啊，不公平啊！有些影子还会出现，对不对？而且会一直比较啊，会一直比较，因为第一个总是很完美的。是啊，好，这个回去不要跟爸爸讲哈，对不对哈？是。那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一张投影片哈，就是说，通常哈，就是说一旦失恋了以后，那一个整个疗伤的过程，其实会是如何啊？我们可以看到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哈，它一定是在一个创伤的阶段，这个时候呢，通常你譬如说会感到很错愕哈。我觉得，即便说你们协议分手，对不对啊？因为距离的关系，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生活比较空白，对不对？平常这个礼拜6可能就是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啊、吃东西呀，对不对？或者到教会啊，对不对？那忽然间就变成形单影只，对不对？啊，看到别人出双入对就想扁人，对不对？好，那个创伤太闪了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会想抗议、讨价还价，对不对？你会试图要挽回。那如果呢，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啊，就是说好像真的就是必须要分手。第3个阶段就是开始会否认了，对不对？会 denial， 这个也是我们人自我保护的一种常有的机制，否认说，这个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啊，是别人的问题啊。所以有些人在这个当下，其实就急于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好的，证明自己是条件不错的，所以就很可能赶快会什么，会找一个刚刚我们所说的垫背，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开始纷扰。否认以后就是纷扰，整个生活秩序都乱掉了读书的那一种情绪也没有，所以我们好朋友也提到说整个成绩可能就因为纷扰的关系就没办法聚焦，然后就可能受影响。当然要经过一些过程，对不对？就是慢慢能够超越，能够克服那这个说实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情伤当中，有时候一走呢就好多年，对不对？你那个封闭了4年，对不对对，也是相当漫长对不对？那虽然可能一段感情已经走入历史了，可是后面还有更多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对不对那思涵她用交新的男朋友，她学姐的介绍，这个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是最好的方法。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在面对情伤的时候，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强颜欢笑我觉得要坦然去面对情绪面对情绪通常都是什么？都是克服情绪障碍最好的方法
啊，因为面对呢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哈，我也真的要跟所有的，特别是家长们，有时候孩子在这个情商的过程当中，有些家长呢，就第一个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呢就是平常亲子关系如果真的不是非常亲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真的是对说不上话。对不对？因为你平常都不管孩子的感情问题，你忽然间这个时候看他虽然很痛苦，你想去安慰他，其实有时候也就是介入不了，然后呢插不了嘴，对，常常会有这种现象。还有些呢就是用隔离的方式，就是哎呀没事了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对不对？用这种非常其实根本没有同理心，对不对啊？甚至有些还会骂小孩。都是你的问题嘛啊！早知道叫你跟你说不要跟这个人谈恋爱，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啊，这个就是在伤口上在撒盐啊，也都有，对不对？所以很多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帮助孩子面对情绪。我们非常鼓励啊，就是说如果孩子真的经历这样一个高山低谷，我觉得什么很重要？陪伴。陪伴真的很重要，当然隐含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其实平常之间的亲子关系，如果真的是有一定的稳固基础的时候，其实孩子哈，他在痛苦的时候，他会来转向，他的心会转向你啊，儿女的心会转向父母，他就会来寻求你的安慰啊，寻求你的智慧的话语，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帮他解决问题，但是呢，陪伴一直是一个最佳的最佳的安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哈，不要怕别人知道你的困境。对，像我们4号好朋友，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寻求师长的协助啊，甚至是转介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辅导者啊，给你一些正向的能量、正向的思考的一些建议，对不对？后来也很成功的又恢复到自己原来的光景，对吧？其实呢，我们在这一种所谓的面对以及呢去寻求协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是一种重新得着力量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宣告，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都隔层纱，不愿意面对，对不对？所以同学啊，看到你难过，但是大家都不提那个事，对不对？好像没事一样，其实这都不健康。对，有时候你可以自己主动叫 speak out。对不对？我们可以讲出来啊。对，有时候呢，一些亲朋好友，大家可以聊一聊，聊开了。其实人都是这样，你越聊越开，越聊对这个事情的敏感度就减少。对，虽然还是难过，但是一天又一天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哈。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千万不要落单。对不对啊？在这一个整个我们分手以后的疗伤啊，尽量不要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伙伴，其实是蛮好的同伴啊，像闺房密友啦，像buddy buddy的同才啦啊，对不对？平常跟你打球的啦哈，对，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者哦，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哦，对不对啊？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你的垃圾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像父母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孩子在这个阶段，你的那一种安慰啊，就是陪伴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找出那个我们这一段感情之所以呢好像失败的原因，就是你们刚刚都有提到，要找到一个正向的解吧，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走过来了，那到底问题是什么？其实有一句话，大家很多人都很熟了，就是说，其实婚姻不是只是去寻找一个适合的人，也是要努力成为一个适合的人，对不对？就是我们自己很可能在爱情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还没有把自己 ready， 我们还没有把自己调整好，对不对？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分手虽然是痛苦，但是呢，它是一个什么蜕变？对不对？它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原来我是应该怎么调整自己。当然，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有报复的心情，对不对？哈，如果有这个报复的心情呢，我们真的要赶快找人来帮助我们啊，因为这种情绪一定要，这种苦毒一定要把它给宣泄掉啊，因为那个整个带出来的后遗症是非常可怕，有时候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哈。所以分手虽然痛苦，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其实虽然分手是痛苦的，但是它却能够带来正向的成长，带来我们未来在恋爱上面，甚至是我们的婚姻家庭更大的祝福。